好消息，我有一个神秘的空间，几年时间就使我坐拥无数身家，本该是享受生活的时候，可是我这是怎么了？哎呦，好疼啊！沐风晃晃还在发晕的脑袋渐渐记起，朋友给他喝了一杯酒，喝完之后他就晕倒了，后面就一点记忆都没有了，直到现在醒来。他妈的，被坑了！你居然敢背刺我！这时，一群人从外面进来，其中一个女人正是给沐风下药的人。小的，你终于醒了，说说吧，你的空间在哪？交出来吧，交出来，我可以放了你。沐风在看到那个女人在的时候，就知道自己的秘密被他们知道了，也知道自己难逃一死，说不说都不可能活着离开。说吧，你别想着逃走，不说你是走不了的。这些铁链连接着这栋大楼主体，你想逃是不可能的，除非你能连这栋大楼能一起收走。据我所知，你是没这么大能耐的。沐风知道他说的是真的，所以说他一直没有说话，因为说与不说结果都是一样的。哦，是吗？那你们信不信我能把空间自爆了，和你们同归于尽呢？就你敢吗？反正活不了，那就试试。沐风大笑，你不要过来啊！当即献祭空间内所有物质以及能量。你他妈的想死别拉上我！呵呵。沐风站在镜子前面，仔细打量着自己的模样。他伸手抚摸着这张英俊到令神鬼都会产生羡慕、嫉妒、恨的容颜，沐风才感觉自己不是在做梦，而是活生生的人。5年前，他来到了这个陌生又熟悉的世界，那是他献祭空间所有物资与能量，与敌人同归于尽时就知道自己死定了。原本以为自己必死的沐风，当他再次清醒的时候，居然发现自己穿越了，成为平行世界的一名小男孩，名字还叫沐风。只是前世他的空间印记虽然还在，但是不知为何却是一直打不开。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，沐风知道这个世界乃是与前世差不多的平行世界，但是时间线上有所不同。沐风现在所处的时间段是70年代。通过这5年来的适应，沐风已经完全接受了原主的一切，而且经过他5年时间的艰苦锻炼，他的各项指标全都达到军中王者级别。就算是他那个几经参军3年的大哥，与他相比也要弱上许多。而沐风所在的沐家乃是京市有名的医药世家，爷爷是国医圣手，奶奶是京大中文系教授，母亲是京大美术系的老师，父亲算是子承父业，成为京市中医院赫赫有名的中医。就连沐风和小妹沐珊也从小耳濡目染，在医术上也不比一般医院的医生差。3天前沐家遭人诬陷，说沐家不仅宣传四旧，还与海外有关系。就这样，沐风的爷爷奶奶全都被革委会带走审查。还好爷爷早有准备，大哥沐晨3年前进入了沐风外公所在的部队，也算站稳脚跟了。小妹沐珊才14岁，也进不了部队，现在来看也只能报名下乡。自己在爷爷的授意下，带着小妹和沐家脱离了关系。兄妹2人暂时住在外公家中，外公安排人把小妹的年龄改为16岁，又将自己和小妹安排到同一地方下乡。晚了也怕兄妹俩被人惦记上，下乡了，凭借着自己的本事也能够护着小妹的周全。这次下乡的地方是的东北，这一省的胜利公社白家村。一方面白家村比较富裕，民风也算是相对淳朴，另一方面白家村的大队长曾经是外公手底下的兵，大队长的大儿子现在也在外公手下当兵，有这关系在，大队长也会尽力照顾。另外东北寒冷，冬季几个月不用上工，这对于没干过农活的2兄妹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。不过东北那地方是真冷，为了不受太多苦，有些东西也提前做好准备。通过外公的关系，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的下放地点也被安排到了白家村，到时候有自己暗中照拂，相信他们的生活会好上许多。就在沐风准备物资的时候，一直都没有任何动静的空间突然间有了动静，感受到自己与空间之间再次恢复了正常联系之后，沐风顿时激动了，连忙找个没人的地方进入空间。刚一进来，沐风就被一个小巧的黑色身影迎面扑来。小黑，你终于醒来了。是的，主人，可惜了我们的空间里面那么多能量了，一下子全没了，空间也遭受重创，退化成初始模样。没关系，我们还可以从头开始，有了之前的经验，这回我一定会万分小心的，绝对不会再让人发现我们的秘密。相信用不了多久，一切都会变成原来的模样。而且来到这个世界也没什么不好的，小黑，你说是不是？沐风说的没错，在这个年代，还有什么事情是比吃饱穿暖还重要的事情吗？何况自己家人接下来还要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生活好几年时间。现在是1974年，距离77年恢复高考还有3年时间，想等经济复苏更是还有好多年，这期间就是自己积累原始资本的时间。说到资本，沐风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不由得皱起眉头来。不行啊，现在手里的钱也不多了，这些钱就算放到白石村也不够一家人过上1年的，因为有外公在，父母他们现在只被审查，还没有定罪，家里暂时还没被搜刮，要先回去找找，不然都被搜刮走就可惜了，还要先出去看看。沐风小心翼翼地翻进了沐家大院。沐风先去自己的房间，将自己房间值钱物品都收进了空间仓库，然后在所有房间一阵收，不值钱的都留着，值钱的统统收走，一根值钱的毛都没留下。还在地下室找到5个大箱子，嘿嘿，只是现金就4000多，其他古董字画也不老少，金银珠宝、玉石玛瑙、古董书画、古本遗书、
珍稀药材，金针和银针各一套。看来自己家祖上也不是简单的家族啊，要不然也不会有着滔天巨富。沐风毫不客气，把所有东西都收了起来。什么密室也没有空间安全，等革委会那些渣子进来后，一定会被自己的杰作给惊得目瞪口呆吧。或许他们还会因为穆家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捞到，从而引起他们内部相互猜疑，也说不定呢。有一个空间，空间里住着一个小精灵，你要问我小精灵为啥长这样？呵呵，那是因为他比较狗。接上集。做完一切的沐风很快回到外公家里。沐风再次进入空间之中，他刚一进来就被小黑扑个满怀。小黑，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蹭我的脸，要是被你蹭花了，我可和你没完。听到沐风的声音之后，小黑连忙起身，然后做出一副委屈的表情来。小黑是空间精灵，依空间而生，只要空间在，他就是不死的，战力彪悍，还能被带出空间。因此，沐风决定等他下乡之后就把小黑带出去。空间内并不是很大，也就是1000米方圆，里面有储物仓库、土地、池塘、泉眼、兽栏和加工坊。仓库可以储存物品，并且永久保鲜，而且土地种植作物，鱼塘养鱼，饲养家畜家禽，72小时都可以收获。不过种子、幼苗等都是需要外面弄进来，并且可以一键收获。当然，这都是小黑的功劳。这样的设定和前世沐风玩过的某个农场空间的游戏很是相似。至于那口泉眼，自带灵气，经常饮用可以改善体质和美颜。将空间稍稍整理一下，沐风这才神采奕奕的出去。第二天一早，沐风就敲响了木山的房门，赶紧起来锻炼了，别偷懒。木山一脸欣喜的出来，看到沐风，木山简直想哭出来。他感觉二哥自从5年前开始就和记忆中不一样了，每天都疯狂地锻炼他自己，还将自己也拉过来进行锻炼。不仅如此，这几天沐风还在他耳边碎碎念一些注意事项。下乡后一定要远离所有男生，乡下不像京市，那里思想守旧，若是被人传出与男人有什么关系，那么你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还有，到了乡下，若是有男的想要帮助自己干活的话，自己千万不要同意，理由同上。若是你实在干不动了，就等二哥干完活再帮你，宁可少赚一些工分，也不要占别人便宜。正所谓占小便宜吃大亏。还有就是提防同为知青的人，有些人看似人畜无害，实际上魅力都是黑的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你卖了，你还不自知。像这样的话，沐风还说了一大箩筐，听得他耳朵都起茧子。不过木山倒是不反感，他深知二哥这都是为自己好，若不是为了自己，他完全可以去参军。以他的能力，有许多的军队都乐不得他去参军呢。就是害怕自己到乡下会吃亏，二哥才义无反顾的要和自己一起下乡。只有木山自己知道，他有一个秘密，他是一个昨夜刚刚重生的人。上一世他在乡下处了个知青当对象，而那个知青的追求者因嫉妒把他推下河，而沐风就是为救他被大水冲没的。所以重来一世，他一定要保护好二哥。二哥说啥都是对的，不对也对。兄妹二人吃完了早餐之后，就开始了今天的大采购。看着二哥疯狂的买，木山都呆了。这得多少钱啊？没事，哥有钱，家里钱都在我这里，足足4000多。你看上啥了？随便拿。木山一脸的惊讶。上一世哥哥手里也没有这笔钱，下乡的东西都是外婆舅舅他们给准备的，自己的家人也并没下放到他们所在的村子里面。难道是自己重生导致的？自己的重生，家人的下放地点不同了，二哥也变得和印象中不一样了，少言稳重，更靠谱了，有没有？这样，木山怀揣着疑惑的心思和沐风不断的穿梭于供销社的各个地方。最终等他们出来的时候，两兄妹手中已经多了一大堆的物品，其中棉花、布，还买了2床8斤重的大棉被。这2床被子实在是太占地方了，最终只好有木山在一旁看着东西，沐风自己去买。这下沐风再也没什么顾忌了，完全是放开了买，大件就放到自己背后的大竹筐里面，借着竹筐的遮掩，又被沐风悄悄地收进了空间里面。然后他又买了几斤糖果，现在他用不到，到了乡下这些可都是金贵货，不论是老人还是小孩子，只要你拿出几颗糖来，小来小去的事情根本就不用你自己费什么心思，那些小孩子直接就帮你搞定。这可是沐风看了许多年代文所了解到的。至于洗澡的盆和桶，等到了乡下再说，村里面应该有木匠的，找他们买一些就好了。最后就是沐风一手心心念念的各类种子了，白菜、萝卜、西红柿等这些常见的种子也都买到一些，只有棉花种子暂时还没有买到。沐风也不纠结，只能以后到了乡下再想办法。这些东西一共花费了差不多200元钱，这个时代的东西就是便宜啊！走吧，小妹，我们回去。两兄妹拎着众多物品就往回走，看着前面的沐风几乎是被众多东西给淹没了。二哥，你说这么多东西，我们要怎么才能拿得下呀？外公家里还有好多东西呢，要不我们少拿一点东西，多带一点钱就好了。你是不是又犯傻了？我们拿不了不是可以邮寄吗？要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可是很偏僻的，好多这边有的东西那边是买不到的。虽然邮费也不便宜，但总比到乡下什么也买不到强吧。木山一听沐风的话，这才想起来，此时是74年，并不是后世，什么东西都可以随便买得到的时候。我们走吧。回到家中之后，两兄妹就把要邮寄的东西给打包好了，然后沐风就骑着自行车前往邮局。实际上就在半道上，沐风几经找个没人的小巷，
就把这些东西给收进空间里面去了。反正也没事，要不就去邮局就看看有没有好点的邮票，买点收藏。你好，同志，我家里有人喜爱集邮，请问你们这有没有成套的邮票？我想买一些。工作人员一听沐风的话也没有疑惑，毕竟像这样喜欢集邮的人也不在少数。同志，我们这有2版珍藏的邮票，135元，同志你要吗？要，2版我都要了。沐风说着就把钱递了过去。同志，我们这还有几张以前版本的邮票，只是不是成套的，你要看看吗？那你拿给我看看吧。工作人员连忙从柜子底下拿出一些零散的邮票来，一片红。要知道，这张邮票在后世之中可是价值几百万的珍贵邮票啊！没想到在这里，沐风居然一下子就遇见2张。同志，这几张邮票我也要了。沐风觉得，但凡自己犹豫1秒，都是对这大几百万的不尊重。沐风连忙接过这些邮票，然后就急匆匆的离开了邮局。废品站，小说中不是都说废品站里出宝贝吗？虽然不是男女主，也是可以碰碰运气的。干什么的？大爷，我来找点高中的课本和报纸。交1毛钱，自己进去找吧。沐风在院子里一顿翻找，还真有些好东西。这些东西现在不值钱，以后可是价值不菲的。沐风也不废话，直接收进空间。沐风凑齐一套高中课本和一套初中课本，顺便拿一捆旧报纸后，就准备离开。哎呦，这也太倒霉了吧！好东西啊！虽然叶枫没有看清具体是什么东西，但是只是床就是个好东西，更别说里面的东西了。沐风急忙先将东西收入空间，转身就走。大爷，看看要多少钱？1块钱。沐风也不废话，直接给钱，拿东西走人。沐风找个没人的地方闪身进入空间。沐风进入空间，就看到被他收进来的那个大床。小黑，过来看看。这有什么好看的？就一破木床。小黑，你认真点。小黑一感应就知道大床里面有东西，然后就将东西取了出来。还真有东西，感觉没有错。夜明珠，这算是撞大运了吧？传家宝级别的宝物。嘿嘿嘿。沐风依依不舍地从夜明珠上一开，大黄鱼，哈哈哈！沐风这个未来包租公的资本算是有了。沐风赶紧缓和了下悸动的心颤抖的手，默默将东西都收到仓库。这床也是好东西，香樟木的。切，这有啥好的？你以后弄到香樟树苗，香樟木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。沐风一想，还真是。你是干什么的？家里没吃的了，过来买点粮食。交1毛钱，进去不要吵闹，听到哨声马上后门跑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重生70年代，被迫下乡，火车上竟都是前世故人。接上集。他们2人来到火车站，沐风他们因为成分的原因，也没有让外公他们送。沐风兄妹2人也没有逗留，快速登上火车。小妹，坐里面。二哥，你说我们以后还能回来吗？当然会了，你放心，二哥向你保证，以后我们一定会重新回来的。不仅是我们俩，就连我们的家人也是。二哥，我信你。木山知道，只要有二哥在，自己就有依靠，所以他也不怎么担心。毕竟有些事情已经改变了，而有些事情他也会去改变。同志，你们也是下乡的知青吗？两兄妹一听见有人和他们说话，不禁抬头看去。这人木山认识，这人叫吴爱国，是隔壁村子里的知青。自从见了自己，就经常到村子里纠缠自己，因此村子里传出不少流言。后来听说这家伙对大队长媳妇起了色心，被敲了闷棍，成了傻子。呵呵，结局倒是挺好的。见沐风两兄妹没有搭理自己，吴爱国顿时心中恼怒不已。可是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又不愿意丢失颜面，连忙开口为自己找坡下。咱们这个车厢的人应该都是下乡知青，都属于志同道合的人，我们应该团结起来，相互帮助，正好互相介绍一下，万一大家被分到一起，那我们以后就是革命战友了。我先开个头，我叫吴爱国，我爸是京市第2钢铁厂的组长，二叔是革委会的干事。我此次下乡的地点是 J 省胜利公社刘家村，以后大家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，都可以来刘家村找我，能帮忙的我一定不会推辞。大家一听到吴爱国的介绍后，都是一脸的艳羡，而沐风两兄妹坐在那里无动于衷。吴爱国一阵气恼，可是他又惧怕沐风，不敢再主动搭讪木山。他不知道，现在沐风两兄妹最恨的就是革委会的人了。若不是他们，穆家怎么会遭受大难？而知道更多的木山就更不会搭理他了。小妹妹你好，我叫关欣然，来自海市，这次去 J 省胜利公社白家村。沐风见这个女的目光清澈，觉得是一个心思纯净的人，见她和小妹说话，他也就没在意。木山见自己二哥并没有阻止自己，而且他一听见对方的名字后，也直接想起对方是谁了。这正是自己前世的好朋友，只是现在他的穿着打扮和前世实在是大不相同，因为距离前世下乡的时间已经很久远，
再加上关欣然刚刚还一直朝着外面观看，因此一时间木山还真没认出来他。不过他现在一开口说话，木山立马就回忆起前世和对方的点点滴滴，而且木山万万没想到，重活一世居然这么早就遇见他了。欣然姐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我叫木山，这是我二哥木风，我们俩家里是京市的，很巧，我和二哥下乡的地点和你一样，也是白家村，路上我们可以相互照应。真的吗？这实在是太好了！你不知道，我们这些从海市过来的知青，就只有我一个人被分到了追省，其他的人都会早早下车。原本我还很害怕，担心到后面就自己一个人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呢。现在遇见你们之后，我就放心了。在一旁偷偷关注他们说话的吴爱国，居然意外的得知自己想要的消息。可是知道了木山是被分到了白家村之后，还很郁闷。不过好在他们都是一个公社的，两个村子应该不会相隔很远。到时候他应该还有机会见到这个长相清纯的小美人的，而且听他们的话，他们俩都是京市穆家的。京市穆家难道是我知道的那个穆家吗？据说穆家人都被下放了，只有一对兄妹与家里人断亲后下乡去了，想来就是这两个人了。这下就好办了，到时候稍微使点手段，他们还不乖乖就范。沐风两兄妹没想到，这才刚刚离开京市，就又有心怀歹意的人打起了他们的主意。一开始，这些刚刚坐上火车的人还很兴奋。可是时间一久，众人可就都没有什么精神了。主人，空间里的作物可以收获了。听到小黑的话，沐风心念一动，所有成熟作物被收进仓库之中。种植的事情由小黑操心，沐风也懒得操心。看到自己小妹难受的模样，沐风直接拿出来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，送到木山面前。洗干净的，吃吧。木山见到一个红彤彤的大苹果出现在自己眼前，当即精神一振。哥，你哪来的苹果？木山一句话说完，周围的人一个个盯着沐风手里的苹果，眼神中满满的都是渴望。读了一本书，现在书中的女主竟然出现在眼前，接上集。沐风也不在意其他人的注视，是我之前买的，放在包裹里了。好了，你赶快吃吧，吃完就会舒服许多了。正好你中午的时候都没怎么吃东西。二哥，那你把这个苹果切开吧，我们俩一人一半好不好？不用，你自己吃吧，我这里还有，只是我现在不想吃而已。那好吧，欣然姐，你也吃一块苹果吧。你刚刚可是比我都难受呢。不用，珊珊妹妹，这苹果实在是太金贵了，你还是自己一个人吃吧，我不喜欢吃。欣然姐，哪有人不喜欢吃苹果的？你就别和我客气了，赶快吃吧，要不然我可要生气了。莫非你以后不想和我做朋友？说完就直接将苹果放在了关欣然的面前，然后就自顾自地吃着。关欣然看着面前的苹果，又看了看斜对面的沐风，可是沐风此时正闭目养神，根本就没看他。欣然姐，你快吃呀，这苹果可好吃了。那谢谢珊珊妹妹了。周围的人都暗暗吞咽着口水，心中对他们俩暗自悦恨。珊珊妹妹，来尝尝，这是我外婆亲手做的麦芽糖。木山一看那麦芽糖炖，立马眼前一亮，然后连忙就转头看了看自己的二哥，发现他依旧是那副闭目养神的模样，但是紧闭的双眼之下，眼珠却是微微一动，不过并没有出声阻止，看来是默许了。见此，木山也不客气，直接拿起一块麦芽糖就放进嘴里。哇，欣然姐，这麦芽糖好甜呀！你喜欢就好，这块也给你吃吧。不用了，欣然姐，我吃一块就好。我二哥说了，我年龄还小，不能吃太多的糖，否则我的牙齿会受不了的。经过了这次的互相投喂之后，木山与关欣然二人之间的关系愈加的亲密起来。沐风见此也没阻止，毕竟小妹也要有自己的朋友才行。只要是对方没有恶意，那么他就不会过多的阻拦。你还有橘子吗？给我几个。喂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怎么不理我？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礼貌？沐风最讨厌这种一切理所当然的语气，所以根本就不理会他，依旧闭目养神。沐风没说话，木山就开口怒对道：你有礼貌，有礼貌还和别人要东西，我们凭什么白给你？你是我们什么人？第一次见面就好意思伸手向别人要东西，你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？一点教养都没有。沐风还是第一次知道自己小妹还有如此毒舌的一面，但是他心里不仅不生气，反而还很欣慰。毕竟这个年代，小姑娘泼辣一点，反而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。我这不是难受吗？再者说，要你们几个橘子又怎么了？你们就不应该自己吃独食？没见我们这么多人眼巴巴的看着呢吗？哦，照你这么说，正好我们两兄妹一起下乡，手里缺钱票了，不如把你的钱和票拿给我们一些吧。那怎么行？那些钱可是我的，怎么能给你们？你也知道那是你的，那我们的橘子就不是我们的了，还是我们的橘子就不是花钱买来的了。不如我们出钱买一些橘子吧，你们开个价吧，我们绝对不还价。面对着沐风的凝视，吴爱国吓得打了个哆嗦，不敢再吱声。亏得你家里还有人在革委会呢，不知道这是投机倒把吗？
你要是再说这样的话，那我就要去举报你了，看看你家里人能不能保住你。小丫还想给爷下套，我爱国是吧？刘家村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！随着火车的行驶，到这省地界，沐风所在车厢已经没多少人了，除了沐风、沐山、关欣然，还有一个我爱国，再加上刚上车的一男两女，沐风也是零星听到，那一男两女也是去白家村下乡的知青，男的叫顾泽，家里是省城的，家境很不错；那个自带傲气的女人叫刘雅娟，也是省城的，家境也很好。看她那处处提防的样子，她和顾泽应该是很熟。另外一女生名字叫安雅，家庭情况未知，不过应该也是个不缺钱的主。打量完三人之后，沐风就继续闭目养神起来。不过沐风不愿意和他们交流，安雅倒是很快就和沐山以及关欣然说上话来，而且安雅说话非常好听，这才刚刚上车没多久，就和自己小妹熟识起来。再加上大家都是到一个地方下乡的，很快三人就混熟了，一路上叽叽喳喳的，像是有说不完的话语。怎么感觉这么熟悉呢？顾泽、安雅、刘雅娟，沐风心里默念这三个名字，念着念着，沐风就被惊到了。感情我不仅是个穿越的，还他丫的是个传输的，那三人可不就是男主、女主和女二吗？这就让人很无语了。沐风努力回忆了一下上辈子看的那本书，结果悲催了，愣是没记起多少东西。毕竟一大男人去看一女频小说，他本来看的就不仔细，能记起男女主就不容易了。还好女二是个作精，要不然估计也记不起来这个人。书中安雅是女主，天道宠，拥有锦鲤命格。剧情嘛，一贯的女频套路。女主自幼丧母，父亲给她找了个后娘，后娘给她带来一个姐姐，1年后又给她添了一个弟弟。从此女主就更不受家里人待见。俗话说，有了后娘就有后爹，变成后爹的亲爹也变成了虐待女主的帮凶，更是让女主把工作让给季姐，去代替季姐下乡。后面剧情就是女主把工作卖了，还给季姐报了去大西北，最后把家里的钱票都拿走，自己潇洒的下乡去了。下乡后，女主凭借强大气运，日子过得也不错。高考恢复后，还和男主一起考上了京大，更是事业爱情双丰收，一路开挂到巅峰。书中男主就是顾泽，女频的男主嘛，有点才华，家世显赫，也是个自带气运的人。总结下来就是中规中矩。刘雅娟则是恶毒女配，是男女主感情路上的绊脚石兼催化剂，陷害女主不成反遭报应，被村里的二流子占了便宜，不得不嫁给那个二流子。刘雅娟婚后受尽婆婆搓磨和丈夫虐待，家族被清算，更是没了依靠，刘雅娟只能认命。40岁时，电视上看到功成名就的男女主，被气得一命呜呼了。你要问穆家，别问，问就是一堆炮灰，都不配浪费作者篇幅。第二天早上，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，经由胜利公社分配到各个村。等到众人做跟随各村人员回村，已经下午了。本来已经被颠簸的快散架了，现在更是苦不堪言。为什么我们不能坐牛车？这牛可是我们村的宝贝，已经拉你们这么多的行李，你们要是再坐上去，那不是要把牛给累坏了。大队长就差说出，你们还不如这头牛有用了。众人当然也明白他话语中的意思。我们下乡是来建设农村的，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待我们？为什么不多派几辆牛车前来？我知道你们是来建设农村的，要不然就不会派牛车来迎接你们了。你没看到很多来接人的村子连牛车都没有吗？至于你说的多派几辆牛车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们村子也就这么一头牛。众人看大队长快被惹毛了，都是一脸的无语。大队长放心，我们既然是下乡建设农村的，就做好了吃苦耐劳的思想，以后我们全都听大队长的。大队长要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就怎么做，一定不会给组织拖后腿。其他人也是纷纷附和起来。没多久，众人中除了沐风以外，全都累得一身大汗，走起路来也变得气喘吁吁的。沐风察觉到小妹的状态后，直接蹲在她的面前，开口说道：“上来吧，我来背你。”二哥不用了，我可以的。快点的吧，你本来这几天坐火车就没休息好，现在又走了这么久的路，哪里还受得了？你知道二哥的身体素质的，就你这小身板，连我日常训练的负重都不如。见此，沐山也不再拒绝，直接趴在自己二哥坚实的后背上，心中满满的都是安全感。其他几个女生见到沐风的做法后，对沐山那是一阵羡慕。2个小时后，他们才到达白家村。其实白家村的地理位置还是不错的，距离胜利公社并不算很远，只是道路不是很好，再加上众人从来没有徒步走这么远的路，因此速度才会这么慢。等到了白家村的知青院以后，除了沐风2兄妹以外，其他人都觉得自己好似只剩下半条命了。大队长白岩看着这些娇弱的知青，顿时心中的无奈又增加了许多。一个个都是娇弱的娃，农活也做不好，有事没事还一堆破事，真不知道把这些城里人放到乡下能干啥。这里就是知青院了，知青院里面一共有5间大房，其中2间是男知青住，2间是女知青住，还有1间是厨房。以后你们就住在这里吧，因为你们这些新知青初来乍到，没有口粮，稍后我会派人给你们送来一些口粮，等下次分粮的时候，你们再还给村里。你们刚刚来到这里，还需要好好整理一下，明天你们就休息1天，后天开始正式上工，以后是吃干还是喝稀，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能够赚的多少工分。好了，还有什么不懂的，一会儿知青院里的老人会给你们讲解的。既然来我们这里，
那就好好的参加劳动，别的不敢保证，但是只要你们肯吃苦，温饱是绝对不成问题的，甚至有的还能够有所剩余。王建军，出来一下。随着声音落下，没一会儿，南知青那边就走出一人。大队长，你回来了。这些就是今天来的新知青吗？没错，你来安排一下，顺便把知青院里面的规矩和他们说一下。说完，大队长转身就走。很显然，他并不想和这些知青有过多的接触。你们好，我叫王建军，算是知青院里面的名义上的管事。以后你们有什么不懂的，都可以来问我。然后他似是想到了什么，连忙向着女知青那屋里喊道：“刘娜，刘娜，快出来！”来了。一个20多岁的女子从女知青的屋子里面走了出来。刘娜，这几人是新来的知青，男知青跟我走，女知青就交给你了，给他们安排一下房间。说着，他自己就带着沐风和顾泽2人向着男知青那屋走去。这个屋子是刚刚空出来的，你们2人就先住在这屋吧。咱们知青院人员不少，另一个屋子里面足足住了4名男知青。不过听大队长说，过段时间还有新知青要来，到时候再来男知青就住进你们这间屋子。因此，现在我们那屋的人就不折腾了。好了，你们俩先收拾一下，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们再开一个欢迎会，到时候把所有的知青介绍给你们认识。说完，王建国就离开了。我们刚刚来到这里，需要很多东西，先休息一会，然后再去村子里面看看，看能不能换一些日常用品。听到他的提议，沐风也没有反对，将自己的行李放在炕上。沐风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才拿了一个包裹走出房门。沐风在外面喊了一声：“珊珊，你出来一下。”木山一听见沐风的话，连忙走出来屋子，对沐风说道：“二哥，你都收拾完了？你这边怎么样？我这边还差一点就完事了。你们屋子里面住了几个人？我和欣然姐还有安雅姐一起住的，刘知青去隔壁屋子去了，那个屋子比我们这屋子大一些，还只住了2个人。他很喜欢安雅和关欣然，能和他们俩一个屋子，他也是很高兴的。暂时先这么住着吧。等过段时间，我想办法将咱们俩直接搬出去住，或者重新盖一个房子也好。啊，我们为什么要搬出去？现在这么住着不是挺好的吗？你忘记我们来的目的了吗？在这个知青院里，我们一点隐私都没有，还怎么照顾家人？做什么好吃的都瞒不住其他人，被人眼巴巴的盯着，时间一久，还不得被嫉妒的人举报了。另外，我刚刚听王建军的话，意思是过段时间还有新知青要来呢。咱们这里每个屋子的标配是4人，到时候你们那屋里再住进来1个人，就不一定都是像现在这么好相处的了。我们俩都不差钱，又情况特殊，因此搬出来单住是最好的选择。哦，对呀，我都忘记这件事了。好了，这些东西给你，里面有2包桃酥，一些水果糖，还有1包大白兔奶糖。大白兔奶糖你自留着吃，水果糖等以后上工的时候给一些村里的小孩子分分，好让他们一起带你去打猪草。二哥，你怎么知道大队长会给我分配打猪草的活？因为今晚我就会去和大队长说到这件事，我可舍不得你小小年纪去干那么繁重的活，到时候把你累坏了可怎么办？毕竟你才刚刚14岁，还要继续长高呢。好了，这里面还有1把锁，你把钱锁在柜子里面。这里面我们人生地不熟的，虽然害人之心不可有，但是防人之心也不可无，知道了吗？我知道了，二哥，那我可以把大白兔奶糖分给安雅姐和欣然姐吃吗？你自己决定，但是你要记住生米恩斗米仇的道理，关系再好也不要总是无私奉献。时间一久，再好的关系也会因此变质，甚至还会被人当成理所当然，认为你是个傻子。好的，我记住了。二哥，你回去吧，等我整理完了，我还要休息一会呢。沐风也没什么事情，提着点红糖、水果就去了大队长家里。刚进门就看到一妇人，应该是大队长家的。婶子，你好，我是今天刚到的知青，我叫沐风，我来找大队长。大队长在家吗？在里边呢。穆知青，你这长得也太俊了吧？你有没有对象？要不要婶子帮你介绍一个？我和你说，我小叔子家的闺女那长得可俊了，10里8乡都没这么好看的，和你在一起正好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婶子，我不急，暂时没有想找对象的想法，等我要找的时候再来麻烦婶子。对方一听这话，虽然有点遗憾，但却并未请求。沐风见此，感觉对方还算是讲理。小风，你来了，赶紧过来坐吧。你的情况老首长已经来信和我说过了，你放心，只要我在这里，就没有人敢欺负你们2兄妹。不过你爷爷他们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我不能明目张胆的给他们方便，只能尽量约束村里人不去找他们的麻烦。叔，你这安排就已经很好了，我们已经感激不尽了。你满意就好，没事的时候常来叔这里。另外这些东西都是些金贵的玩意，到叔这里不用扯这些虚头巴脑的，赶紧拿回去。叔，这是我第一次上门，理应拿点东西的，等下次再来我就不和您客气了。另外，我今天来还有别的事情相求呢。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说。叔，你也知道我小妹年龄还小，实际上才刚满14岁而已，还是一个孩子呢，又从小被家里人宠到大，根本就干不了农活。您看能不能给她安排一些轻巧的活，工分少点没关系，我可以养着她。这好说，等你们上工之后，就让她去割猪草吧，那活不累，就是工分少，
每天就只有2个工分。没关系，这就挺好的，我能赚工分，足够养活我们2兄妹的。而且我们此次前来还带了一些钱，足够我们生活许久的了。大队长对于沐风家的情况还是很了解的，知道他们家虽然遭了难，但有老首长在，他们家应该损失不大。更何况老首长也不会看着自己外孙子和外孙女下乡吃苦的，肯定给他们准备妥当了。正因如此，他听沐风这话一点都不意外。那就这样决定了。树，还有一事，就是我们初来乍到，什么东西都准备不足。我想问问村里有没有木匠，我们要换一些生活用的东西。这是简单，我弟弟就是村里面最好的木匠，你想要什么东西去他们家看看就好，一会让你翠花婶带你前去。那好，那就谢谢叔和婶子了。又和大队长聊了一会儿，了解了一些村子里面的概况，这才离开。翠花婶名叫张翠花，娘家是隔壁村的，嫁给大队长后为大队长生下了3个儿子。大儿子白洪峰如今在沐风外公的部队当兵，二儿子白洪宇已经结婚，如今已经有2个儿子了，小儿子白洪云未婚。这些基本情况就是翠花婶这一路上和沐风诉说的。小峰，这就是你白叔二弟，这是新来的知青沐风，他和咱家关系可不浅。你大哥之前在部队的老领导正是沐风的外公，就连洪峰那小子现在还在他外公手下当兵呢。以后你可要好好照顾他和他妹妹一下。对了，他妹妹叫做沐山，也在咱们村里面当知青，以后沐山就负责打猪草，让咱们家的孩子带带那个小丫头，别让村里的人看她小，欺负了她。白氏一家听见翠花婶的话，立马就对沐风热情起来。小峰啊，你看看有需要些什么，跟叔说，这里还有些成品，你先看看有没有需要的。白叔，我要2个洗脚的木盆，2个洗澡的木头，2个脸盆架，2口木头箱子，2张桌子，4把椅子，再要2个架子，暂时就这么多吧。你看要多少钱？这些做起来简单，就给个5块钱吧。等做好了，让我家小子给你送过去。沐风没在白家待多久，拿着2个木盆先回去了，剩下的东西做好了，再一起送到知青点去。沐风离开之后，白家人都不由自主地称赞起沐风来。这个娃娃不愧是京市来的，不仅模样长得好，还很有礼貌，更没有瞧不起咱们农村人。可不是咋的，可惜我没有姑娘，要不然一定介绍给小峰当对象。说完，他还意有所指地看了一眼白红英。这能行吗？人家可是京市来的小伙子，有文化，长得还好，能看得上咱们农村的姑娘吗？京市来的咋了？你没听人说过落魄的凤凰不如鸡？更何况咱家红英也不差，要模样有模样，要学历也有学历，要个头有个头，一点都不比他城里来的知青差。大嫂，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是那么一回事。我现在觉得咱家红英不仅不比那些女知青差，相反还比她们更加出色。要是红英和沐风站在一起，你别说2人还挺般配呢，你说呢，闺女？王桂玲说完最后一句话之后，还看向了在旁边一直默不作声的自家宝贝闺女。白红英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，直接一溜小跑回到自己屋子里面藏起来了。只是脑海之中一直浮现着刚刚看到的那个俊俏的身影，久久不曾磨灭。最关键的是，他对沐风有一种源于骨子里面带来的亲近感觉，这让白红英的心中更加的羞涩。翠花婶和王桂玲2人对视一眼，哪里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？看来白家这个团宠的掌上明珠对沐风是看上眼的。2人心照不宣的笑了笑。正在这时，白石突然开口说道：“我不同意，我闺女才多大就让她嫁人，我们家又不是养不起她，就算是红英一直不嫁人，我也愿意养着。而且我相信，哪怕是我不在了，她的几个哥哥也愿意养她一辈子。你这个女儿奴，巴不得自己闺女一辈子不嫁人，留在自己身旁才好呢。看谁都像是要拱你闺女的猪，一天天的严防死守，不让任何男的靠近你闺女。可是你怕是忘了吧？这个家又不是你说了算。白家几乎都是女人管事当家的，就连现在过年团聚的时候，都是白家老太太张罗着一切的。所以说，白石的建议根本就不重要，好吧？”沐风回到知青点之后，沐山等人已经休息好了，现在正等着沐风呢。见到沐风回来之后，沐山连忙走了过来。二哥，你这去做什么去了？还有，你这是从哪里弄到的木盆？这是我刚刚从村里的木匠白石叔叔家里换来的。白石叔叔是村里面唯一的木匠，手艺非常好，一般的家具你们都可以去他那里换到，而且物美价廉。另外，我还换了2个脸盆架，2个洗澡的大浴桶，2个大木箱，2张桌子，4把椅子和2个货架。等做好了，白石叔叔会让他儿子给我们送过来的。而且这么多东西，我也才花了5块钱。穆知青，不知道他们家住在哪里，我也想要换一些家具。白叔家也不远，出知青点往村里5分钟就能到，家门前有棵大柳树。好的，谢谢穆知青。欣然，我们也去看看吧。好啊，刚好我也有些东西需要买的。这时顾泽几人走过来，了解情况之后，要跟着一起去。当即知青点新来的几人，除了沐风都去了。沐山纯粹就是去凑热闹的，因为他知道白石家就是自己未来的嫂子家，正好自己趁此机会去看看未来嫂子去，也能和未来嫂子好好联络一下感情。几人到达白石家，第一眼就看到一个姑娘，看到这姑娘的瞬间，几人都呆住了。
漂亮，那是真漂亮。你们有什么事情吗？同志，你长得真好看。你长得也很好看，我以前还没见过像你这么好看的姑娘呢。不，我虽然长得还可以，但是和你一比就有些不值得一提了。安雅很喜欢白红英的模样，谁让她是一个颜控呢？她喜欢长得好看的人，不论男女。好了，你们别在这相互吹嘘了。我们是来这里找木匠的，想要打造一些东西的。这里是木匠家吗？长得妖里妖气的，一看就是个狐狸精，没看就连顾泽哥哥都要被他给勾走了魂。哼，谁也别想抢走我的顾泽哥哥。刘雅娟常常做一个梦，梦里安雅和顾泽就是一对夫妻，而自己只是一个追在他们二人身后的牺牲品，所以她对安雅以及和安雅一样长得好看的人都充满了敌意。你们好，我叫白红英，你们要找的人是我的父亲。白同志你好，我叫安雅，我们是新来的知青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也很高兴认识你们。红英姐，我是木山，刚来你家买东西的是我哥。木山一边介绍一边上前亲昵地揽着白红英的手臂不放，嘴里更是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，一点都没有生分的感觉。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白红英对于木山的亲近没有一点反感，相反的，她也很喜欢这个性格开朗的小姑娘。这是二哥的对象，更是为了二哥一生未嫁的人。这辈子我一定要保护好二哥和嫂子，让他们都好好的。众人买好东西，并安排好送回知青点。回头让我哥给你们送到知青点，其他的做好再给你们送过去。谢谢红英姐，红英姐，你没事的时候一定要去知青点找我玩啊。好的，珊珊妹妹，我记住了。她也很喜欢木山，更何况知青点还有那个一见就让她难以忘却的身影呢。那好，我们就说定了，红英姐，再见。没想到咱这个村子里面居然有像白同志这么好看的姑娘，简直就和电影明星一样好看。长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？还不是农村的土妞，到时候还不是要嫁给农村的泥腿子，再生一大堆的孩子，还要不断的干农活，看她到时候还能够美到哪里去。农村人怎么了？有本事你别来农村啊！现在好了，你吃的、喝的、穿的、用的，哪个都是农村人创造出来的，你还有优越感了。再者，像红英姐这么漂亮的，想找什么样的对象找不到，实在不行我就介绍给我二哥，让他当我嫂子。众人一听见他的话，都被他的话给惊到了。珊珊，你确定你们家里会同意吗？有什么不同意的？红英姐既漂亮又善良，我们全家人都会好好对她的，到时候她就是我们家的团宠。王山同志说的对。刘雅娟一听见顾泽的话，顿时就把白红英给仇视上了，想着怎样才能断绝了顾泽哥哥的念想。二哥，你刚才看到红英姐姐了吗？红英姐姐好漂亮啊，我可喜欢红英姐姐了。二哥，要不你去追红英姐吧，我想让她给我当嫂子。沐风听着妹妹的话，有点哭笑不得。沐风宠溺地摸了摸木山的小脑袋，有点无奈。漂亮的人谁都喜欢，沐风也不例外。但是自己知道自家事，现在属于特殊时期，家里的事容不得一点的错。如果被人发现自己和家人有联系，那岂不是也算是害了别人？所以沐风不会刻意去谈感情，一切随缘就好。木山见沐风对自己的提议不上心，顿时心中有气，忍不住在沐风的小腿上重重地踢了一脚，哼了一声，然后小腰身一扭，转身就走。下午下工之后，知青点的人全都回来了，众人聚在一起，算是给新知青的一个欢迎会。王建军和刘娜给大家互相做了介绍，因为一些知青已经和村里的年轻人成家了，所以现在知青点的人也不多。男知青除了王建军以外，还有3人，分别叫做周强、孙德龙、吴明。女知青那边除了刘娜以外，还有一个人叫邱玲玲。怎么都是这么素的菜呀？还有这个玉米饼这么粗糙，这让我们怎么下咽？众人一听他的话，顿时脸色都有些不好看了。你爱吃不吃，不吃更好。想吃好的，你可以单独起火。刘雅娟顿时被他对的怒从心头起。你好了，都少说一句吧。这本来是欢迎新知青的到来才做的这些菜，我们平时吃的比这差多了。我希望某些人即使不念我们的好，也不要阴阳怪气的说风凉话。至于你们的口粮，估计大队长稍后就会给你们送过来的。话音刚落，知青院的大门就被人推开了。大队长带着人把沐风等人的口粮都送来了。这是你们的口粮，每个人50斤玉米碴子，50斤玉米面，30斤高粱米，30斤小米，这些是要吃到秋收分粮才行，然后从你们以后的工分里面扣除。另外每个人赚取工分，最少要赚够自己的人头分。秋收分粮的时候工分不够的话，需要出钱补工分。还有以后的回程指标也和工分挂钩，希望你们以后注意。行了，你们吃吧，我走了。说完，大队长也不理会众人，直接带人离开了。现在咱们知青点都是女人负责做饭，我们男人负责劈柴挑水。你们要是和我们一起吃，也是这样安排，每个人吃多少饭就拿出多少粮。如果你们打算单独开火，那也可以，不过需要的餐具和铁锅都要你们自己买。听到王建军的话后，木山立马看向沐风，我们两兄妹单独起火。欣然姐、安雅姐，你们俩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吃？你们放心，我哥哥可以弄到工业券，
明天就去公社买一口铁锅。不过你们要负责做饭，毕竟我和哥哥都不是很会做饭。关欣然一听，直接点头答应。他对于做饭还是很有一套的。安雅略一思考，也直接同意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沐风一众人就坐着牛车赶往县里。牛还是那个牛，赶车的换了个人，名字叫白七，众人都叫他白七叔。白七叔一挥鞭子，拉车的老黄牛就开始慢悠悠地向前走去。2个小时后，众人到达县城。好了，我们到了，你们可以去买东西了。下午3点之前到这里集合，时间超过了，那你们就得自己走回村子里面了。我们知道了。你们去供销社买东西吧，我去邮局看看有没有包裹到。等结束了，我们国营饭店集合，吃完午饭我们再回去。知道了，我们很快就会完事的。你还是早点看看今天国营饭店有什么好吃的吧，然后先把菜点上，免得去晚了什么都没有了。至于顾泽和刘雅娟2人，他们都下意识地将其忽视了。沐风离开后，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，将小黑放了出来，又顺手拿出来2个包裹。小黑啊，话说咱能换个形象不？就你这样跑出去，还不得人人喊打？哼，你这是种族歧视。小黑委屈是委屈，不过还是做出了改变，变成了一只猪仔。喏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呵呵了，可爱是可爱了，不过你现在这样，估计到村就能和白菜、粉条做朋友了。嘿，来瞅一瞅。就这样吧，又可爱又可以吓唬到人，合理。沐风也没耽误，拎着2个大包裹，领着小黑就去了国营饭店。国营饭店的人看见一个人拎着2个大包走进来，还没等他说话，就看到沐风身后的小黑，他立马就被小黑吓了一大跳，看着小黑2只眼睛还闪烁着凶悍的光芒，立马心中恐惧不已。这哪里是狗啊，简直比狮子、老虎还要可怕。小黑对于自己能够出来实在是太高兴了，但是沐风也交代了，让他尽量低调一些，不过该表现凶狠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表现。沐风将自己的东西都放在一旁，然后就先去窗口点菜去了。正好这时候国营饭店里面还没有多少人，若是等一会儿人多了，哪怕是好吃的都不剩下什么了。见到一块小黑板上写着今日供应的菜品。同志，要吃点什么？来1份红烧肉，1份小鸡炖蘑菇，1条红烧鱼，1份白菜炖豆腐，1份白菜肉馅的饺子，4碗白米饭，就这些吧。沐风交了钱和粮票、肉票，就回到座位开始等待。半个多小时之后，他点的菜就陆续做好了。又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，木山3人才姗姗来迟。再晚一会来，菜都凉了。二哥，随即3人做好后，3个小姑娘的目光就全都放在了桌子上的美食上面了。好了，都饿了吧？别客气，赶紧吃。你们再不来，我就要忍不住了。你们不知道，一个人面对着一大桌子的美食而不能够动，这得需要多大的忍耐力。3个小姑娘也是有感触，毕竟面前还放着这么多美食呢，要是只让看不让吃，她们也不乐意。然后4个人也不客气，直接开始狼吞虎咽的大吃起来。几人吃完饭离开饭店，几女才发现沐风手上多了2个大包裹。不过这都不是最关键的，最关键的是他们3个看见了小黑。木山、安雅和关欣然他们3个小姑娘顿时就被小黑给吓了一大跳，一脸惊恐的模样，根本就不敢上前。你们不用害怕，这是小黑，他差点就被人做成火烧了，是我刚刚救下来的。小黑很通人性的，你们说的话他都能够听得明白，而且只要你们不对他产生恶意，他就不会咬你们的，是不是小黑？然后木山3人就看到小黑居然很人性化的点了点头。二哥，他居然真的听懂了你说的话。那是当然了，不信你和他说说话就知道了。小黑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狗了，以后珊珊你出去的时候就一定要带上小黑，它可以保护你的安全，而且你打猪草的时候它还能上山打猎，知道了吗？小黑，你真的能听得懂我说的话吗？汪汪汪，喂，那我能摸摸你吗？木山说完，有些期待的看着小黑。果然，小黑没有让他失望，直接将自己的脑袋伸了过来，慢慢的磨蹭着木山那白嫩的手掌。木山见到这幅场景，顿时高兴不已，连之前对小黑的恐惧也全都消失不见了。不仅是他，就连安雅和关欣然2人也壮着胆子抚摸上了小黑的身体。没一会儿，小黑就成为了他们3个小姑娘新的团宠。3女逗弄了一会儿小黑，然后木山3人就簇拥着小黑朝着牛车停放的位置赶去，完全忘记了还有一个沐风。等沐风到牛车那里的时候，木山3人已经和赶车的白七叔见过面了。白七叔也被小黑的体型给吓够呛，这条狗怕是连山里的狼都能打得过吧？沐风回来之后，直接从口袋里面拿出来一把水果糖塞给了白七叔。白七叔，这把糖拿回去给你家小孩子吃吧，谢谢你今天赶车拉我们来买东西。白七叔见到沐风这么懂事，也没有拒绝，但是脸上的笑容却是愈加的真切起来。白七叔，这么多东西，牛能拉动吗？你放心吧，秋天拉粮食的时候可要比这些东西沉多了。沐风4人一听，顿时就明白过来，昨天是被大队长下马威了。顾泽和刘雅娟回来，顾泽2人第一眼就看到了小黑，顿时被吓了一大跳。这是哪里来的大狗？他叫小黑，是我今天救下来的，我准备养着他。正好咱们知青院也缺一个看家护院的。什么？你要在知青点养这条狗？没错，我是要在知青院养它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还说怎么了？你不知道它有多危险吗？你要是在知青院养它，
万一这狗要是发起狂来，咬到人怎么办？小黑很通人性的，只要你不对小黑产生恶意，小黑就绝对不会咬你的。你说不咬就不咬了，万一你没看住，它咬到人了怎么办？咬到了我就给你赔钱呗，还能怎么样？要不你试试让小黑咬一下，看我有没有说到做到。这让一直听他们交谈的木山三人不由得扑哧一笑。我不管，反正你不准在知青点养狗，我害怕。呵呵，你说了不算。果然不出沐风所料，等下工之后，顾泽和刘亚娟带着众人找到沐风。母知青，听顾知青和刘知青说，你要在知青点养狗。是啊，捡了只狗，我准备养着。小黑，过来。知青点的知青看到小黑，都心里发怵。母知青，我们几个知青商量了一下，知青点是绝对不允许养狗的，我们可不想每天都担惊受怕的。是啊，谁也不敢保证这只狗一定不会咬人，它要是发狂真的把人咬了怎么办？其他人都没有出声，不是不想，是还没反应过来。只有顾泽因为与小黑接触的时间够长了，所以才比其他人都好一些。不过他的这番表现落在了刘亚娟的眼中，那就如同英雄一般。那我要是一定要养呢？那我们只好去找大队长了，让大队长来决定了。那这样吧，我稍后就去找大队长，看看村里还有没有空的房子。若是有，那我们就换个地方住；若是没有，那么我就向大队长重新申请一块地，自己建一个房子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们还得住在这里，小黑也要住在这里。不过我保证，小黑平时只会待在珊珊他们的房间里，不会出来。就算出来了，珊珊也一定都会跟着他一起的，绝对不会让小黑单独出来。怎么样？可以，可以。饭后，几人一起去了大队长家。想在外面建房的人可不止沐风兄妹，安雅也有这样的想法。毕竟过段时间还会有新的知青要来，到时候来的是什么人，谁也不清楚。与其到时候再和人家相处的不愉快，还不如趁此机会就直接和沐风两兄妹一起搬出去呢。反正有沐风在，他们就算是在外面单建房子，安全也会有所保障的。最主要的是，安雅也不是个差钱的人。欣然姐，要不你也和我们一起搬出去住吧？反正我哥也要盖2间房，到时候你就和我一起住。若是你不好意思，那么做饭就由你来吧。你不是说你做饭味道很不错吗？我觉得这个办法不错，到时候我的房子也建在你们的边上，我们依旧一起开火，到时候我自带口粮，另外还给欣然也支付一些做饭的费用。我觉得这个办法好，这样一来，我们3姐妹又可以经常在一起了。到时候让我二哥在我们的房子外面建个大院子，我看就这么定了吧。和你们在一个院子里，我还能安心不少。有小黑在，也没有人敢进我们的院子吧？他们俩一人一句，根本就不给关欣然反驳的机会，也不问问沐风赞同不赞同，就给定下来。你们关欣然当然知道木山和安雅这是故意要帮助他。好了，你要是真不好意思，就多做一些好吃的给我们好了。你们这是不光要建房子，还要建一个大院子，这得花多少钱呀？没关系，珊珊高兴就好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没过多久，几人就来到大队长家。见到沐风他们到来，大队长正好奇他们是来干什么来了。当他看见小黑之后，顿时也被吓了一大跳。我的个乖乖，这大狗看着比部队的军犬还凶猛。小风，你们这是什么情况？沐风对着王建军示意一下。大队长，是这样的，穆知青想在知青点养这只大狗，我们知青点的知青都害怕，所以都不同意。然后穆知青他们想在外面自己建新房。大队长，你看看能不能帮帮忙？大队长一听这件事，然后脑子一转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了。怕是这小子故意借着营狗这件事和知青点的人闹起来的，然后正好光明正大的脱离知青点出来当过的吧。不过这样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，省得他们住在知青院做点什么事情都要担惊受怕，还容易被人发现。只是要在村子里面建房子，那是要占用本村的宅基地的，怕是村里面的人不那么容易答应的。沐风一看大队长的表情，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了。叔，我们建房子不要太好的地方的宅基地，就在距离牛棚不远处就行。而且我们的房子建好之后，等我们回城了，这房子还归村子里所有。这样一来，相信村里面的人也不会反对了。这样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叔，不仅是我们两兄妹要搬出来，还有安知青和关知青也要一起搬出来。当然了，关知青不用单独建房子，到时候和我妹妹一起住就好了。只要给安知青再单独建一间房子就好了，然后再给我们和安知青的房子一起建个院子就可以了。你们怎么都要搬出来住？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这不是他们初来乍到，不习惯很多人生活在一起吗？而且我们听说，过段时间还有新知青要到来，那时候知青点也是要住不下的。与其那时候再焦头烂额的，不如我们提前搬出来的好。到时候新来的知青到来，也有地方安置了。这小子行了，不仅实现了他自己的目的，还间接解决了后面即将面临的问题，简直一举两得啊！行吧，我同意了。叔，还要麻烦您帮忙找下盖房子的人。这都是小事，明天我就让我家的老二去叫几个可靠的人一起去给你们建房子。那就麻烦叔了。对了，你看看建这几间房子一共需要多少钱？你们这是要建造2栋房子，一个要3间，其中有东西2个房间，中间是厨房，另一个是2间房，一个卧房一个厨房。另外你们还要建一个大院，是吧？还有一个厕所，一个洗澡的房子。
呵，你们还真没少见啊！虽然安丫头要单独建造自己的房子，但是她自己也不单独开火，反正你们以后也是要离开这里的，不如安丫头的房子就直接和你们的房子建在一起得了。这样一来，你们就只要一起建4间房子就好了，就能够省下1间房子的费用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沐风听见大队长的话，倒是没什么意见，只是他不知道安雅是否愿意，因此沐风当即就要开口。不过还没等他说出来，一旁的安雅却是先开口了。我也觉得挺好的，那就按大队长的意思吧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正好村子里面有人家有闲置的土坯，花点钱就可以了。4间房子就是80元，再加上要建造茅房、洗澡间和围墙，加在一起怎么也要120元钱吧。5、6个人，大概要10来天就能够全部建好，到时候用火燎一燎，你们就能够搬进新房子里面住了。居然这么快，这样的房子能安全吗？这个你们放心吧，我们这里房子都是这样建的，安全的很。叔，这是150元钱，除了120元钱是房屋建造费，剩余的30元钱就算是给大家的伙食费吧。你也知道，我们是刚来的，准备的不全，没办法给大家准备午饭，还得让建房的人到时候各自回家吃午饭了。30元钱虽然不算多，但是我们目前就只能拿出这些钱了。好，其他的我来安排。